洛杉矶的硬汉强森声名狼藉，见狗就踹，却在相亲路上屡屡碰壁。闻说节目中男女选手成功牵手，他决定洗心革面，潜心学习野外生存技能，准备在这次挑战中展现新的一面。他的女搭档是法国橄榄球运动员丹妮，一个经验丰富、战斗力十足的。挑战地点在东南亚的海岛，常年受到台风和海啸的侵袭，气温高达40度。这里充满了剧毒的蜥蜴和辣条，由节目组设计成一个考验极限的场所。强森和丹妮开始他们的冒险旅程，带着菜刀、打火石和一个饭盆。密林中，强森的狂野造型吸引了丹妮的目光，而他的一番祈祷却让周围的生灵都感到困惑。原来强森还有中二病的一面。两人踏上了充满尖刺的热带植物之路，缺乏包扎药品的情况下，一旦受伤就可能感染。为了避免危险，他们决定前往河流上游建立营地，既能取水，又能方便打猎。然而，强森在这时突然开始对身后的大树祈祷，让丹妮和树上的猴都感到尴尬。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注意躲避充满尖刺的植物。半天的艰难行走后，终于到达了小河的源头。水质清澈，强森迫不及待地灌了一大口。但半夜雷雨来袭，他们的露天庇护所成了摆设。瑟瑟发抖中度过漫长的一夜后，他们决定搭建防雨的棚子。根据地图上的标注，他们发现离他们2公里远处有片竹林，这是建造防雨棚的理想材料。于是，强森带着丹妮踏上了寻找竹子的旅程。竹林中充满了危险，辣条潜伏其中，而雨后的空气让他们感到呼吸困难。但幸运的是，竹子是轻便的，两人很快就采集到足够的竹子。竹子不仅可以用于建造房屋，还可以作为杯子使用。强森巧妙地将竹子搭建成一个简陋的雨棚，保护了他们免受雨水的侵袭。解决了庇护所的问题，他们想起了之前摔碎的鸟蛋。他们迫切需要着解决温饱问题，于是丹妮收集了一些干草，而强森用打火石轻轻一搓，成功点燃了火。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鸟蛋，强森提出了一个巧妙的烹饪方式，使用竹筒蒸鸟蛋，既保留了清香，又确保了充分烹饪。这时的强森展现了他隐藏的大厨技能，让丹妮陶醉其中。夜幕降临，两人躺在自己搭建的庇护所中，突然周围传来树叶的声响，野生动物悄悄接近。有火堆的保护，让他们免受野兽的威胁。这一晚虽然被雷雨困扰，但他们成功度过，期待着明天的新挑战。第二天早晨，强森和丹妮顽强地熬过。强森出门遛弯时发现一只蜥蜴，但它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突然，树上的鸟群惊慌飞走，森林里的动物也四处逃窜。在营地躺着的两人尚未弄清发生了什么，一场剧烈的地震席卷整个森林，山体颤抖不已。虽然内心惊慌，但他们只能躺在营地听天由命。幸运的是，他们并不在地震中心，但地震中心已经天崩地裂，幸存实属侥幸。为了防止庇护所被震毁，两人赶紧起床用石头加固。虽然不确定这样能否有效，但他们别无选择。时间来到第5天，饥饿让强森和丹妮头晕眼花。受暴雨和地震困扰，他们只吃了一个鸟蛋，无暇出门打猎。强森制作了捕鱼陷阱，但一整天都没有收获，急了的他只得在墙上抓几只蜗牛，炒制成一顿简陋的辣炒田螺。这对苦命鸳鸯在挨饿的边缘徘徊。转眼到了第15天，丹妮几乎站不起来，强森的捕鱼神器始终未派上用场。为了寻找食物，他们决定向山顶进发，离地震中心更远，捕猎几率更大。两人的身体接近极限，希望这次能有所收获。突然，强森发现一串野生大香蕉，他高兴地提着往回跑。尽管香蕉未完全成熟，强森决定用火烤熟，保证能填饱肚子。强森将香蕉和蜗牛搅拌在一起，确保了营养均衡，尽管味道可能不是最重要的。吃饱后，两人精神焕发，但在幻想着奖金的同时，丹妮突然感到胃部不适，开始呕吐。强森也出现相同症状。黑暗料理的后果显而易见。艰难过了一段时间后，强森艰难站起，但丹妮却彻底失去了战斗力。为了找吃的，强森沿着河边溜达，但依然一无所获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打猎已经无望，强森决定寻找其他食物。他用刀劈开带刺的藤蔓，找到了一些可用的嫩芽，虽然垫一口，但只要活到最后一天就算胜利。强森和丹妮展现了强烈的求生欲望，他们坚持到了第21天。丹妮虚弱到几乎站不起来，但他和强森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。
这漫长的21天，两人克服重重困难，瘦了许多。但现在他们成功获得了10万美元的奖金，期待着回家好好补充蛋白质。他们的意志力令人佩服，这段求生经历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永远难以忘怀的一部分。